临、兵、斗、者、剑、智、力、潜、行。九字真言，有趣。出！这是不动明王宫。运功时成金刚怒目相，鬼神皆畏惧，是为不动明王。此功已爆发出自己身体里所有的能量，秘境杀人，是世间最蛮横霸道，却也是最伤人伤己的武功。你竟真的能变不动明王？我不信。那就打到你信。真有能耐。好了，叶鼎直，快收工吧。这么大动作，学堂应该也能察觉了，留些余力等他们的人来。收工。不好，他要走火入魔了。看来你这不动明王功就练成了一半啊，那就莫怪老夫诛灭你这小神了。当着我的面敢动我的人，我不过是受了点小伤，就容你这么放肆？等了这么久，也该轮到我这个主角
为什么？我刚刚感觉到他回来了。他没回来，他已经死了。我知道。你不知道，他当时没死，在钱东城里面待了10几年，他是死在了几个月前。死前留下一个弟子，你刚才感受到的就是这名弟子的剑意。尘嚣不见，剑意永存，也算是慰藉吧。那他的那个弟子会来这里吗？兴许吧，谁知道呢？哎呀，或许他早就忘记你这个天启教坊32阁的主人了，又或许每次午夜梦回时，他都在呼唤你的名字。烦死了！怎么追也追不上。这家伙故意带我们绕了一圈。他是在替他们争取时间啊！这家伙还有同伙？哎，是柳月，他为什么突然召我们回去啊？只有一种可能，那就是师傅他准备接管这场考试。如何？你为何会受如此重的伤？学堂的人明明我已经拖住了呀。那3人出乎意料的厉害，其中一个来自望城山，会无量剑法；另一个竟会不动明王功。百里东君更是使出了西楚剑歌，再加上小姐不知为何迟迟不对百里东君出手。小姐。带不回百里东君，我们怎么交代呀？无碍，无相氏还有后手。哥哥，有人。还回头呢？这里呢？学堂李先生，很好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还记得我，那么就无需多说了。等一下，我们此次行程与先生并无关系，先生为何对我们下手啊？哎，你知道我为何叫李先生吗？因为我是学堂祭酒，你们动了学堂大考，还怪我为何要对你们动手，是不是很可笑啊？走一个死一个吧。学堂李先生口气果然很大。就是你了，你一直在挑衅我，不杀你，好像说不过去啊。那就来。尸体不许带走，听好了。
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去找其他队，去抢他们的锦囊？刚才诸葛云跑太快了，我都忘了抢了。没关系，我拿到了。你居然神不知鬼不觉地拿到了，真不愧是楚老千的行家。会不会说话？不对呀，一个队不是应该只有一个锦囊吗？怎么诸葛云他们有3个？他根本就不是诸葛云，那些锦囊必然也是从其他队里抢过来的。而那些考生，恐怕凶多吉少了。好了，现在抢那么多也没用了，至少我们很辛苦的活了下来，不是吗？姑娘方才若是不告诉我们，不作声的拿着锦囊就跑，说不定李先生最后一名弟子就是你了。不如我们先看看锦囊里的内容吧。是一首诗：天不出朱雀离泣，君不见玄武临事。风中现，白虎睥睨。月不落，待谁而起？苍龙、白虎、朱雀玄武，天之4灵以争4方。王者至，宫阙殿阁取法验。这首诗既然以4兽为题，那答案便应从4兽中找。苍龙、白虎、朱雀玄武，如今有其3。那苍龙呢？我知道了，答案就在苍龙。月不落，待谁而起？我们要去的是龙起之地。龙起之地？青龙门啊。天启城有4座城门，镇守4方，而青龙门就在皇宫之外。只不过，青龙门有2条路，我们该走哪一条啊？青龙之门，左生右死。小姐，引百里东军往右。快走！百里东军！你们刚才就应该别管我，直接跑啊！往左。你们往左。我往右走，分散开来会好一些。怎么能让一个姑娘走一条路呢？我往右吧。不如我们……不可。为何？方才那些人，不知是什么来路，难免会在路上设下伏击。你们都受了伤，我伤势较轻。我往右走吧。姑娘和东君往左吧，我和一鼎之往右。放心吧，即便是这种情况下，能打过我们联手的人，也屈指可数。确实如此，这样也好。走吧。走了。我们也快走吧，天快亮了。不是，这为什么不能一起走啊？尹罗侠有问题。我怀疑他有。学堂大考之前，我曾在蓬莱阁与他有过一面之缘。当时，他可不是这身装束。不过，他最后应该选择站在了我们这边。哎，鼎之，你既然知道左边是生路，为何还要往右边走？你猜，等右边的人发现不对，来不来得及赶到左边呀？我可不敢赌。那尹洛侠呢？他往这边不也一样？他背叛了他的组织，等待他的，或许只有死路一条。看不出来啊，叶兄弟，还挺怜香惜玉。过奖了。人帅心善，见不得救了我们一命的人枉死而已。哎，对了，你是吕素贞的徒弟，那你为何要参加学堂大考呢？受人所托。你呢？不动明王宫，你是羽生魔的徒弟，怎么
不满足于男爵第一，来拜天下第一？没有，想来看看卧虎藏龙的天启，顺便瞻仰瞻仰李先生。与其说是卧虎藏龙，不如说是吃人不吐骨头。你说是不是啊？此去青龙门正常需要多久？半个时辰。那便拖上他半个时辰好了。也不知道是他们先到还是我们先到，这到时候收徒怎么算啊？总不能再打一架吧？败列东军，我们到那儿还要多久？半个时辰吧。太慢了，再这样下去，你可就要辜负你的兄弟为你父显的一番好意了。不如谁先到，就谁拜师吧。你这也太赖皮了吧！论轻功我还没输过呢。你如何了？不动明王反噬了。再次使用内力的时间间隔太长。你方才内力耗尽过，不过我们交手时，筋脉并未损伤。能达到如此经脉强度的，你也是天生五脉。什么东西啊？他说你是天生五脉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不如你跟我回去吧。王兄，你们是谁啊？这人看起来好面熟。我们不好意思，这是我主人的家仆，从府里叛逃出来，我这就带他们回去。世间哪有穿成这样的家奴，又哪有武功如此高强的管家？姑娘，我劝你不要多问。你累了，休息一下吧。你走吧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你走吧。如果你坚持要救他，我会杀了你。哦，那就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这个徽记，你是影松的人？这是哪里？王府。走，或者死。
果然厉害，他竟然被你吓跑了。不，他很强，我也未必能打赢。他忌惮的是你的身份。师妹，这次你救下的，怕是2个大麻烦。我乐意。师兄，你可千万别跟我说出去了。好。哎呀，到了没啊？师傅，师傅，到了。当年我这些徒弟拜师的时候，个个白衣如雪，风度翩翩的。你看看你们俩，真是差远了。当年他们拜师的时候，又没有人追着要杀他们。哎，你们2人一起来，谁要拜师啊？弟子尹落霞，此次大考全靠其他3人庇护，走到这里已是幸运，不敢求学堂收入。尹姑娘，百里东君，我就送你到此了，告辞。姑娘是否愿意拜我为师？哦，敢问公子收我的理由？因为你长得好看，且很机敏。而我的武功只教与我有眼缘的人。为何？我的武功掌握在我的手里，所以我说了算。这个理由如何？更何况，姑娘的行事作风颇合我眼缘，想收就收了。可我这多好啊，尹姑娘。不是吧，不是吧，柳月，你还真要收徒啊？师兄，我都还没有收徒呢。按照辈分来说，应该是我先收才对吧？你想收就收，但大嫂应该会把你埋进剑冢里吧？你若不愿意，那就罢了。不，我不是不愿意。承蒙公子厚爱，落霞感激不尽。只是左右现在带不走百里东君，不如进入学堂之中，日后再行筹谋。柳月公子，对不住。弟子拜见师父。哎呀，拜个师有那么麻烦吗？哎，小子，你呢？我？我先不拜，我等人呢。等人？王一行是吕素贞的弟子，他不会拜在我门下的。我知道，但还有叶鼎之呢，他一定马上就会来的。哎，这我倒听很多人提过这个名字，叶鼎之，叶鼎之，听起来挺强的啊。比我强。那如果他来了，我选了他，你怎么办？那能怎么办啊？虽然免不了被嘲笑一番，我也只能骑着我的马，回我的钱东城喽。你先来的，我给你一个机会。你觉得，如果你们2个同时在我面前，我应该选谁？你应该2个都选。为何？因为我们2个都很优秀啊，错过谁你都会觉得很可惜的。嘿嘿，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，这世上只有别人因为错过了我而觉得可惜，从来没有我因为错过任何人而可惜。初选那日，我酿了一壶酒，啊，而叶鼎之呢，烤了一只羊腿。所以呢？你怎么这么笨啊？一口酒一口肉，
难道这不是天下间第一等的快事？是啊，这的确是天下第一等快事啊！我是那酒，叶鼎之便是那肉，我们两个在一起，便是你今日最大的收获。哎呀，嘿嘿，你说的有道理。好，我陪你等。哎呀，我怎么觉得你琢磨多言的名头，很快就被百里东军抢走了？百里东军，你为何想要拜我为师啊？我得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。都已经要拜师了，你到现在才在想这个问题啊？我小的时候跟人有过一个约定，说我们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，但现在似乎除了学堂，也没人可以让我的爷爷和父亲低头。而且萧若风他们也劝我，让我拜你为师，说你是天下第一，多么多么的厉害，多么多么的传奇。所以啊，在我来到学堂之前，就认为自己已经是那个关门弟子了，才不是来参加什么天杀的考试的。不过，此时此刻如果问我，想不想成为你的徒弟，我想，我应当是想的。虽然你依然不了解我，我有过一个师父了，他是我见过这世间最绝世的人。他临死前告诉我，希望我酿一壶桃花月落，挂在天启城最高的地方。他还跟我说，这世间除了李先生，没有比他更强的剑客。所以，如果我此生再拜第二个师傅的话，那这个人，他只能是李先生，才不会堕了我师傅的名头。看来不是我选了你，而是你选了我。哼，没错。你选了我不亏的。怎么了？因为迟早有一天，我会名扬天下。怎么样才算是名扬天下呢？你爷爷、你爹那种够不够格？不够。北篱八公子够了吧？也不够。还不够啊？怎么才算够呢？我这样的呢？够了。你说对了。一会儿不管那个叶鼎之来了，我满不满意，你这个弟子我先收下了。好。好弟子。就。好喝，好酒，好弟子。怎么样？百里东军没走那条路。什么？不可能！我告诉过小姐，那便是小姐，没让他走那条路。闭嘴！小姐，小姐是什么身份的人？她怎么可能背叛天外天？小姐或许没有背叛天外天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小姐现在的所思所想，也已不似之前那般。我不懂，我琢磨不透小姐。小姐还在天启，你可自行前往去问她。不过现在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。什么？我发现了另一个天生五脉。另一个天生五脉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未曾等到百里东军，但等到另外2位，其中一人在短时间内内耗尽过，似乎是用了不动明王功。不动明王功，没错。而在他与我交手之时，他再次强行使用了内力。倒是条汉子。不动明王功对修炼者的经脉极其严苛，要是在运功时耗尽内力，经脉必定受损，
短时间内又强行催动内力，难道他是想下辈子做一个废人吗？这就是有趣的地方啊！我发现他的经脉并未损伤，天生五脉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只有天生五脉才能达到这样的经脉强度。那我们带他回去，不是也一样吗？他现在在哪里？景玉王府。景玉王府。传信回宗门，查一查这个人的来历。不动明王功，乃是南绝第一高手羽生魔的成名功法。此人的来历，应当也是非常有趣。对了，雨姬，自昨夜之后，无座双尊便失踪了。那可有找到教宗的标记？按说，双尊即便提前离开了天启，应该也会秘书通知我俩，或是在路上留下标记。看来，如今的情况还不容乐观呢。这人的眉眼看起来好像小时候的云哥，也不知道云哥如今怎么样了。师妹，另一个人醒了。多谢姑娘救命之恩。舍下还未痊愈，就不必行这些虚礼。不知我这兄弟……放心吧，有我在，他不会有事。多谢姑娘。敢问姑娘，这里是哪里啊？景玉王府。什么？景玉王府？那你是？自然就是景玉王妃了，只不过是未过门的。所以是王府救了我们？不是我，我救你们与王府无关，只是你们恰巧落到了我的院子里，而我与这叶鼎之。叶鼎之，倒是个挺威风的名字。我与这叶鼎之挺有眼缘的，所以就救了。就这么简单？就这么简单。师父，师父。来了什么？还没来。哎呦，东君，我看叶鼎之是不会来了。不可能啊！要不再等等，他一定会来的。不是，你们这都等一天了，已经。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东君，这个拜师啊，除了讲究资质、讲究运气，你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吗？是缘分。看来今天我只能收你一个徒弟了。不行，我要去找他。哎。你们王爷可真心大呀！这偌大的别院，他也不来，只有王妃和王妃的师兄。好快的剑！
少侠慎言，我师兄马上是连王爷也不能轻易得罪的人了。师妹，师兄，你放心，我有数。长了一副好皮囊，就是好啊。王妃何出此言？如果是你躺在这里，就喝不到这冰封水了。我长得也还算是玉树临风吧。可差远了。没事。叶兄弟，你醒了啊？你醒。你小心一点。师兄，王少侠。这位是洛清扬，是影宗大弟子洛清扬。我们曾经见过。他是洛清扬，那他……云哥在这里。他是我君。发什么呆啊？哦，对了，这位是我们的救命恩人，景玉王妃。不要叫王妃，我还未过门，就不是王妃。王少侠，你的伤好了吗？多亏王妃和洛兄及时相救，没有伤及内力，现在也无大碍了。那，外面没有高人在追捕了吧？怎么可能啊！皇帝陛下可是给我望城山御赐过至清牌匾，从来都是清清白白的，走到哪儿都是上宾以待。那晚只是个意外，意外。那么，你为什么还不走呢？
叶兄，我你醒啦？小妹妹，这是在哪儿啊？这是我家呀，我父亲把你带回来的。我当然知道这是你家呀，那请问你是谁呀？我叫李寒一。李寒一。我明白了，原来你是李先生的女儿。这老头到底多大岁数啊？女儿居然这么小。寒一，客人醒了。阿娘。罪过呀，罪过。阿娘，这个叔叔好奇怪，是不是脑子不好呀？跟我阿爹一样气人。嗯，乖，可不能这样说叔叔。见过师娘。啊？在下百里东君，以后还请多多照顾。哎呀，我怎么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收了一个徒弟呀？这是我内人，这是我小女，这是我家，你个傻子！管谁喊师娘呢？我知道，虽然吧，按照辈分来说，你应该喊我师兄，但是我真不介意抬抬我的阶位。要不这样，你也甭喊我师傅，喊爹。乖，要不因为你女儿姓李，能闹这么大笑话吗？他是跟我姓。敢问嫂嫂姓名？剑心种，李新月。哦，我听我舅舅提起过，那可是压了名剑山庄一头的铸剑世家呀。雷兄，你可以啊！没想到你在外面威风凛凛，回家竟然是个赘婿。那是。呸！我们霹雳堂雷家在江湖上也是赫有名的，好吧？你喊谁赘婿呢？我弄死你！我哎，那你告诉我，你女儿为什么不姓雷啊？因为我爹被雷家宝逐出来了，子女不能姓雷。不过我也不想姓雷，听起来凶巴巴的。寒一，我们先回屋，让你爹跟这位叔叔谈他们的事情。走吧。行吧，既然你也醒了，师兄，带你去见见师傅吧。哎，等等，叶鼎之去哪儿了？他回来了吗？不行，我得去找他。去什么去啊？别去了。王师兄，你回来了。叶鼎之呢？难道他先入学堂了？他呀，他现在在天启城中最安全的地方养伤，美人在侧，浓情蜜意的，你就别管他。什么意思呀？
那么你为什么还不走呢？行，那叶兄，我先不走，我就麻烦你替我转告那小子，让他好好跟李先生学艺，我等着他名扬天下的那天。就这？他就说了这些？对啊。王兄弟，那位姑娘救你们的事儿，除了你们之外，还有人知道吗？除了我们之外，就还有那天追杀我们的神秘人知道。除了你们之外，谁也别说。毕竟，这朝堂之事错综复杂。既然那位姑娘说了，救你们是她的个人行为，那景云王应该不知道。放心吧，我还是有分寸的。哦，对了，那天我听那个紫衣人说，叶鼎师也是什么天生五脉，要招他去哪儿？这样看来，景域王妃那边确实是对他而言最安全的地方。到底什么才是天生五脉呀？这个问题，师傅应该知道答案。我就送二位到这儿了。线下任务完成，我也该回望城山了。多谢王师兄一路照拂，山高水长，我们有缘再见。白理师叔，您先请吧。啊？
他竟然闪开了！哎呀，失策了！哎呀，我用这个方法整到他诸位师兄，却没想到这个小子居然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样啊，都不是什么好孩子。哎。无不无聊，无不无聊。堂堂学堂拜师礼，还用我玩剩下的招？我可是钱东城小霸王，下次能不能换点新鲜的？好了，虽然我们的开场有些遗憾，但是我们言归正传，开始学堂拜师礼。百里东君，尹落霞，我叫萧若风。当然知道了。我是学堂李先生座下七弟子，从今往后，你们可以管我叫七师兄和七师叔。当然，你也可以管我叫小师兄。小师兄，七师叔，学堂李先生座下六弟子，洛轩。六师兄。六师叔，学堂李先生座下四弟子，莫六月、小黑。五师叔，师傅，哎呀，这有徒弟的就是不一样，你说是吧？哼！哎，快起来！墨尘师兄，柳月师兄。哟，这不是凌云公子顾剑门吗？顾剑门，也就是你的三师兄，哈。而我，乃是学堂李先生座下二弟子，也就是卓墨公子，更是你的二师兄。二师兄，哎，还是雷二听起来更亲切一点啊。没大没小你，叫一个，给你个面子。哎，二师兄，二师叔啊，师弟好，师侄儿好，哎，大师兄呢？就没有这个人呐。我一入门开始我就是二弟子，反正我是没见过，他们应该也没见过。师父没有跟我说为什么，真是个奇怪的人呢。说对了，师父说过，这人呐，要是越奇怪，就越有可能成为绝世的英才。你看我多奇怪，柳月也奇怪，他们也奇怪，而你，这么说你是在夸我喽？当然。师父更是奇了个大怪。雷儿，你话太多了吧？得嘞，师弟，走你！一定要这样吗？这份大礼我可受不起啊！这是拜师，又不是拜堂。师傅，董爸，从今日起，你就是我的小徒弟了。啊，师傅在上，受徒儿一拜。很好。嘿嘿嘿。哎，你刚刚叫我东巴？雷二剑三柳四，黑五炫六风七到你这儿，可不就是东巴了吗？我说师傅，你真的好无聊。是啊。
是因为我实在活得太久了，好多事都因此变得无趣，所以只好自己给自己找点乐子了。那你到底活了多久啊？哦。 想当年，我一见震天引得仙人从9天下凡，他们说我不是人间之才，应当到天上去逍遥。嘿，他们要把我拉到天上去啊，我可不去。仙人就摸了摸我的头，说：“那我便赐你长生吧，好好在人间游历一番。”后来这一幕啊，被诗仙看到了，所以便有了那句诗：“仙人扶我顶，解法寿长生。”呵呵。 你说我活了多久啊？真的？废话，当然是假的。这徒弟怎么这么笨呢？都说江湖险恶呢。哎，这样吧，1个月之后我带你去游历一番，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江湖的险恶。为何是1个月之后啊？你不是想喝碉楼小筑的秋露白吗？这秋露白啊。 1月只出1次。哎，糟了，这个月的份额已经没了。没事儿，那就等下个月吧。下个月等你喝够了，咱们就启程啊。对了，师傅，曾有人隐约跟我说我是天生五脉，方才王师兄告诉我，一鼎之他也是天生五脉。到底什么是天生五脉啊？ 天生五脉，天生五脉是一个幸运又不幸的东西。好了好了，今天的答疑解惑就到此为止了。我困了，困了。不是，真是个奇怪又倔强的老头。 来，告诉我，师傅究竟给你取的什么样的名字？师傅会给你取什么样的名字呢？我觉得你应该叫做百里八。但是莫小黑说师傅那么懒，他只可能取2个字的名字，他觉得你应该叫做里八。所以你到底叫什么呢？东巴。咦。哼。哎，对了，师兄们，师傅跟我说他活得可久了，这老头到底活了多少岁啊？其实我们也不知道，去年吧，他刚过完他的80大寿，今年刚过完70大寿，明年估摸着也该过100岁宴了。他老人家就这样，出门就一张嘴，张口就来，甭理他。哼，东巴，雷二，东巴，雷二，东巴二，看你这吃法，像是吃到什么人间美味一样。我也尝过一口，这只不过是能咸死一头牛的咸菜，还有前头镇上卖的最便宜的烧刀子，亏你还吃得这么香。如果你也有快被饿死的经历，你就会感激这世上每一种食物。你也有快病死的经历，你怎么就不能感激这些草药呢？亏你还忍心看着师傅自己在这磨药。哼。对了，你让我学的医也学完了，该掌握的也掌握了。按照我们的约定，从明日朝阳升起，你便与这草药无关。我记得，我记得。我怕是这世上最没有尊严的师傅了吧？哎，你说你，明明有学艺的天赋，在短短几个月，就掌握了普通人数年甚至几十年掌握的医理，怎么就不感兴趣呢？
你在这山谷里住了多久？我12岁来到药王谷，如今也有26年了吧？这么久，你会感到孤独吗？这山谷这么僻静，都没有人来，就算是有人来，也都是像我这样的将死之人。我觉得，你这么好的医术，应该到外面才是。有些人想名扬天下，成就一番功业，也有人想安安静静的一个人待着。这世上每天有多少人死去，又有多少人出生，都是命运使然。即便我出去了，又能救多少人？要是有人能像你一样走到这药王谷，便与我有缘。不管出身，不论目的，我都会救。那你打算以后每天都这样，重复循环？在你看来，每天都是重复的，可在我看来，每天都是不一样的。春日的崖边能长出蛛网草，惊蛰的夜露能配百青丸，清明的蓬草能做药饼，怎么能会是重复循环呢？你在想什么？是想你那位朋友吧？是啊，也不知道他在天启城混得怎么样了，是不是还那么嚣张？我千里迢迢的跑过来开酒肆，我是没有准备的。你快跑啊！是不是还被人追着他？是不是旁边还有朋友并肩而立？其实，总有一日，我也会离开这药王谷，去看看那外面的山川河海，走走这人间天地。什么时候？在我找到真正的传人，你师弟的时候。那不好意思了，逆徒我就不陪你的了。我今晚把药捣成丸子，放到你的行囊里。每日午饭后，你记得要吃上1粒，一共100粒。我又在青州的穆家要了一味药粉，我又不想让他们知道这药王谷的所在，所以想让你帮我去拿啊。可是这青州也太远了。什么青州？穆家最珍贵的药房是秋庐，秋庐在天启城，你此行是去天启城？你不是早就想去天启城了吗？那便去吧，反正有100颗药丸，够你霍霍到明年的了。去了天启城，要玩得开心，也要记得回谷，好好学艺。还没磨好呢，要不要这么心急？天启城，我来了！这一道叫笼中鸟，这一碟叫江湖远。叶公子，请。洛兄不吃吗？我师兄他平日苦修，只喝淡茶，吃粗食，就不管他了。
那王妃特意做这2道菜给在下，是想说什么？都说了不要叫我王妃，我不想做这所谓的王妃。好，那姑娘想说什么？不如问问叶公子为何留下。救命之恩，自当相报。不愧是我救下的人，我一打眼就知道你是一个讲义气、重恩情的好人。难道不是因为生了一副好皮囊啊？其实，我昏迷的时候，你们说的话，我都能听到。不要脸！好了，不开玩笑了。姑娘想让在下如何报恩，在下定当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不用那么严重，你给我讲讲外面的故事吧。等你讲完，我就放你走。我很久没有离开这里了。平时虽然师兄在，但师兄又是个话少的，所以我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。就像这道笼中鸟，虽身处囚笼，却偏偏向往外面的天地。他如今过得竟这样不开心。